当当，哎，当当，哎，1、2、3，当当，哎。当当！今天的视频我们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Mate 60 Pro 4款配色详解，第二部分是盘点3代 Mate 设计的改变。各就各位，我们准备开始。先看这次华为官网主推的雅川青，灵感来自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的江水。雅鲁藏布是藏语中高山上流下的冰雪之水，因为河水溶解的石灰岩导致大量钙元素进入河流，因而呈现碧绿色。同时，雅鲁藏布江支流众多，华为以江水为底色，以分支为图案，打造了雅川青。后盖是磨砂玻璃，下方是铝合金盖板联动边框一体成型。雅川青的优势在于，除了本身河流青色之外，这种颜色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石的颜色相匹配，反手就来一个吉祥顺遂。第二款白沙银，颜色灵感来自于新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山。这座山之所以是白色，是因为整座山都是在寒冷季节水位下降时，大风将河水中沉积的沙子吹卷上来，历经千百万年聚沙成山，所以其他由泥土岩石组成的山是黑色的，而白沙山是白色的。Mate 60 Pro 白沙银版本后盖采用的是磨砂玻璃，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手机后盖下方有细腻的小小颗粒，就像细沙一样，底部则是银色金属形成对比。白沙银的金属与玻璃对比是全系4款配色中质感差异最大的，因为金属在一些光线下它会呈现出这种金属灰色，但我恰恰非常喜欢这种差异，这也让白沙银成为了这一次我最喜欢的一款配色。对比一下苹果和三星，不难看出苹果要更偏向金属银色一些，刻意的降低了白色的浓度，而三星则更接近星光色，白色之中带有一些暖色调。其实 Mate 60这款也在白色中加入了暖色，但是没有三星比例那么高。第3款雅丹黑，颜色灵感来自于青海黑毒山。黑毒山经过千百万年的风化，形成了独特的雅丹地貌，大小山包都被黑色砂石所覆盖。雅丹黑采用素皮和金属搭配，黑色素皮纹理细腻，但手感非常坚实，黑色金属漆黑无比，与素皮几乎无缝衔接，只有在光线之下才会反射出金属光纹。我必须要说啊，这款黑色真的是太好看了，真的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啊！渲染图和宣传片都体现不出这款实物的美。小细节，为了让整款手机一体性拉满，华为放弃了传统的黑金搭配，取消了镜头模组的金色圆环，带来了最纯粹的黑色。我认为这次黑色 Mate 60 Pro 超越了以往的商务气质，变成了一款酷黑时尚的配色。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向来对黑色手机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雅丹黑真的让我开始纠结，我更爱银色还是更爱黑色了。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最后一款南糯紫，灵感来自于云南南糯山生产的紫芽茶树，颜色呢要比我预期中好看一些。对比一下去年 Mate 50保时捷紫色，能够看出今年在紫色之中加入了更多灰色元素，所以整体要更淡一些。对比一下目前比较流行的几款紫色手机，看着其实都是浅紫色，但是每款颜色又都不相同。同样是素皮， vivo 就更偏近紫色， Mate 60系列融入更多的灰色，整体要更加内敛。不过我查了一下，相比于前几款，颜色和名字的精准配搭，无论是南糯紫还是紫芽茶，都和 Mate 60这个紫色相差甚远。所以这个颜色呢，我也没有想到它更像是什么颜色。这一次华为将配色选择4个国内的地名，仔细看的话还有一些共性。4个颜色分别来自新疆、西藏、青海、云南，集中在我国的西部。4个地点都有各自独特的旅游风光，但又没有那么的出名。凭借 Mate 60系列强大的市场号召力，这4个地区几乎躺着成为了网红景点。我看到最有趣的一点是，几个城市的官方账号也在 Mate 60发布之后激动发文啊，那个标题都是喜讯啊Mate 60以我们这儿命名啊，就跟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如果大家11期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真的可以考虑做这几个地方的功课。颜色个人推荐顺序，黑色、白色绝对是最推荐的颜色啊。白色辨识度更高，但是没有黑色更防滑。黑色一体性满分，但是金属后盖容易沾染指纹，所以我也还在纠结。哇，这个2个选择真的是太难了。青色、紫色就看个人爱好，这俩呢，我觉得实际观感差不多。接下来说一下3代 Mate 同框，看看设计上有哪些改变。我们先看屏幕，40是瀑布屏，50是3D 曲面屏，而60是 2.5D 平面屏。40的瀑布屏就是侧面边框由玻璃弯曲88度制成，正对手机两侧边框被曲面屏所隐藏。滑动屏幕的时候呢，内容会在侧面所流淌。
50的 3D 曲面屏在正面看过去，侧面边框要比上下边框更窄，那滑动屏幕内容也会在曲面屏上出现。而60这次采用的是 2.5D 玻璃配合平面屏幕，点亮屏幕，内容不会出现在侧边，所有屏幕内容都可以在正面展现，不再有画面扭曲。40系列上金属边框被压缩到只剩一条线，那横向握持手机实体点的是玻璃，所以更加滑手。50系列上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侧面边框变宽，而到了60系列上，侧面边框回归到了正常手机的边框宽度啊，按键宽大好按，同时也给美型设计留出了空间。大家可以看到，磨砂按键周围都做了抛光处理。3代前置镜头都支持 3D 人脸解锁，但是50这一代呢，显然设计思路比较摇摆，从挖槽改成了刘海，在60系列上又换回了挖槽。之前我们已经提过啊，这一代默认是3挖孔设计，你可以在设置中改成一个挖槽。我自己实际体验了一下，3挖孔在屏幕显示上确实能够多显示出一丢丢面积，但总体上来说呢，和挖槽体验是差不多的。底部边框60系列是近3代最窄型号啊，同时也是3代唯一可以实现正面接近等宽的视觉观感。我们再看背面，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用户最开心的一点就是经典圆环回归。其实 Mate 系列的圆环从 Mate 30 Pro 就初见雏形，用最简单的图形去兼容硬件排布，同时兼具美感。我个人认为这是智能手机后盖设计的高峰之一了。50系列呢也有一个摇摆啊，变成了一个圆里边4个非常明显的镜头，这一次呢算是回归经典。我认为 Mate 目前的辨识度和号召力，华为完全没有必要为了改变而改变。希望70系列还是圆环，后盖这次加入了同心圆金属后盖。我跟大家说啊，最经典的其实不是这个弧线本身，也不是金属后盖，而是由这个弧形玻璃与弧形金属共同组成的贯穿式边框。就是这个边框它是由2种材质组成的，这个真的是优雅又有质感，是我认为这款手机设计中最美妙的环节。最后我们说一下这款手机的手感，这款手机的厚度上比前2代有明显的下降，而这一代呢，玻璃板要比素皮板更薄，重量上相比前2代则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拿在手上也确实能感觉到更重了。不过玻璃板反而比素皮板更轻，这一点我是没想到的。这次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拿在手上之后感觉到手机明显变宽了，比三星宽了接近1毫米，比苹果宽了1.4毫米。数值好像不是很大，但上手感觉还是很明显。优点是显示面积增大，不足是单手手感下降。至于具体体验如何，我会在评测视频里和大家详细分享。好了，以上呢就是外观设计和颜色选择视频的全部内容。Mate 60系列已经开卖，希望我的视频可以给没有机会体验真机的同学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在下期 Mate 60系列视频中，我会带来关于这款手机全方位的评测，敬请期待。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